Hello，我是 Living Sky， 我在加拿大中部草原城市 Regina。8月是我们的丰收季节，今天很高兴向您展示我的有机菜园的丰收景象。我的菜园是10年前建起来的，总面积大约是20平米，每年开春将积攒了1年的堆肥混合到菜地里，地里大量的蚯蚓再将堆肥中发酵过的厨余和干草转换成有机肥料。我的菜园每年都有15到20个品种的蔬菜，绝对不用化肥和杀虫剂，只需要每2到3天浇水15分钟。除多年生的几个品种外，其他蔬菜每年都需要调换位置种植。菜园是顺着围墙和阳台建的，东南西北4个方向都有。因为早晚温差高达20度，所以根据日照时间不同，4个方向种的品种都不同。北面的菜地朝南，日照时间长，从早晨晒到下午，适合种瓜果类的蔬菜。今年种的主要是爬藤四季豆，大约有80棵，4个品种，绿的、紫的、圆筒状的和扁长的。5月底播种，7月中旬开始采收，一直可以采收到9月初的第一场霜冻。最外围种的是一排甜菜头，叶子和根都能吃。6月中旬开始采摘叶子，7月中旬开始收获甜菜头。南端是一片洋姜，因为去年没挖干净，自己长出来的，要到叶子黄了才能采收。东北角阳光充足，从早晒到晚，一直是枸杞树的地盘。枸杞不怕霜冻，从6月中旬一直可以采收到下雪，但是它太霸道，总想往周围菜地扩张，所以今年将它两边的枸杞树都挖掉了，就剩下角落这一棵。现在左边是种了洋姜，想让洋姜控制枸杞不往菜地生长，另外一边在樱桃树的阴影下，所以种了一些茼蒿。东面的菜地朝西，日照时间长，今年主要种的是土豆、西葫芦和番茄。土豆中套种了茼蒿，靠外套种的是甜菜头。甜菜头已经开始收获了，土豆很快就可以挖了。西葫芦正是高产的时候，有黄色和绿色的2个品种，需要人工授粉。最大的瓜可以长到6磅重，2种颜色的瓜可以交叉授粉。番茄结了很多，但是还没有成熟。如果能逃过9月初的霜冻，西葫芦和番茄都能坚持到9月底。北端在樱桃树边上，营养和水分都被抢走了，所以种了一些对土壤要求不高的莴笋。东南角的日照时间是最少的，尤其是角落根本照不到太阳，所以在这里种了一棵多年生的大黄。左手边是短日照，种了一些洋姜，右手边种了一些不需要太多日照的生菜，长势挺好。南面的菜地朝北，日照时间相对比较短，一般只种吃叶的蔬菜。甜菜头的根在这片地长不大，只能吃叶子。茼蒿、苋菜、白菜和 Swiss chard 都长得非常好。茼蒿已经过季了，正好留种。苋菜是阴差阳错种下的，吃过一轮。白菜也开采收了， Swiss chard 也叫牛皮菜，采收时间从6月中旬到9月底，不怕霜冻。今年在这片地里试种了姑娘果和朝天椒。姑娘果结果很多，只有掉到地上的果子才能吃，又甜又多汁，没掉的果子又酸又涩。朝天椒长得比预料中好，只要做好防霜冻准备，应该会有所收获。最后的一片地在阳台边上，朝东，日照时间长，种的是韭菜、大葱和芦笋，4到5年才移栽一次。芦笋是去年播种的，要3年后才能采收。韭菜是去年9月和今年6月分批移栽的，去年的很肥，今年的还比较瘦小。大葱是今年6月份移栽的，长势非常好。中间是2盆红薯叶和1盆生姜，红薯叶已经开始采收了，2盆紫黑色番茄也开始采收了。阳台上还有一些盆栽蔬菜，紫苏、
红薯叶、木耳菜也叫落葵、泰国辣椒、朝天椒、番茄。盆栽蔬菜在温度太低或霜冻时都会搬进室内，所以采收时间都相对比较长。在我的菜园中，大部分蔬菜都是在5月底和6月初直接播种，只有辣椒、番茄和红薯叶需要提前1个月育苗，霜冻过后再移栽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帮我点赞。想看更多的视频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谢谢您的观看，下次再见。